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，就是你把一个故事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，从小看到大，每一个情节都能背下来，直到某一天，你突然在某个深夜再想起其中一个片段，浑身一震。你发现自己以前全看错了，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500年，就是这么个故事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跟你说，这是妖猴大闹天宫的下场，是如来佛祖替天行道，收服了作乱的妖王。那500年是他应得的惩罚，是狂妄的代价，是桀骜的报应，熬够了日子，刑满释放，跟着唐僧西天取经，最终修成正果。这个逻辑顺理成章，没人觉得有问题。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一件事？如来是什么人？西天灵山的佛祖，慧眼观照三界，万事万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当初跟孙悟空打赌的时候，难道真的只把这猴子当成一个普通的妖王？他压下五行山的时候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惩罚一个造反的妖猴？其实不是，他当时或许只是觉得这猴子天赋异禀，野性难驯，需要压一压性子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500年后，当他在低头看向那座山底下的猴子时，才猛然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看错了，这只猴子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妖王。你去看《西游记》里所有的妖王，不管本事多大，路子多野，本质上都是一类人。他们占山为王，占洞为家，手下养着一群小妖，平日里吃酒喝肉，逍遥快活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抢地盘，抢宝贝，抢长生不老的法子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在现有的规则里爬到最高的位置，占最多的好处。就像凡间的土匪，占个山头，当山大王，日子过得比官府还滋润。牛魔王是这样，鹏魔王是这样，就连那些从天上下凡的神仙坐骑下来当妖怪，也都是这个路数。他们的野心是有边界的，边界就是我能占到多少便宜。一旦好处给够了，他们随时可以收手，可以归顺，可以安安分分过日子。可孙悟空不一样，他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一刻，就跟所有妖王都不一样。他没有父母，没有族群，没有根。别的妖怪生下来就有爹娘教，有族群带，知道自己是妖，知道要占山为王，知道要修炼长生。他没有，他一睁眼就是孤身一人。他在花果山跟猴子们混在一起，当了美猴王。可他心里清楚，自己跟那些普通猴子不一样，他会老死，会病死，会跟所有生灵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他漂洋过海去菩提祖师那里学艺。他不是为了当妖王，不是为了抢地盘，他是怕自己孤零零来这世上走一遭，最后又孤零零的走，什么都没留下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后来他学了本事，回了花果山，闯龙宫，抢了金箍棒，闹地府，勾了生死簿。按说这时候他已经是地界数一数二的妖王了，长生不老也有了，趁手的兵器也有了，手下4万多猴兵，日子过得不要太舒服。换做普通妖王，这辈子就到头了，守着花果山，安安稳稳当山大王，没事跟其他妖王喝喝酒，吹吹牛，这就是顶配的妖生了。可他不满足，不是嫌地盘小，不是嫌宝贝少，是他心里空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去，不知道自己这么大的本事到底该用来干嘛。正好这时候天庭招安了，给了他一个弼马温的官。他一开始很高兴，认认真真养马，把天马养得膘肥体壮。他以为自己终于被接纳了，终于不再是个没人管的野猴子，终于有了正经的身份。结果后来他才知道，弼马温就是个养马的小官，连参加蟠桃会的资格都没有。天庭里从上到下，没人真的看得起他。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，背地里都叫他妖猴。他这才明白自己根本没被接纳，人家只是拿他当一个笑话，当一个可以随便打发的野猴子，所以他反了，自封齐天大圣。他要的不是玉帝的位子，不是3界的权力，他要的是4个字：平起平坐。我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凭什么你们高高在上，我就要被你们看不起？凭什么你们定义我是妖，我就只能是妖？他要的是认可，是尊重，是一个能让他落脚的身份。后来天庭又招安，真的给了他齐天大圣的封号。他又高兴了，
天天在天庭里闲逛，跟各路神仙称兄道弟，以为自己真的跟他们平起平坐了。结果呢？蟠桃盛会，那么多神仙都请了，偏偏就不请他这个齐天大圣。他又一次被排除在外，又一次被当成了外人。这一次他彻底怒了，闹蟠桃会，偷金丹，搅得天翻地覆。然后就是10万天兵天将围剿，二郎神斗法，太上老君暗算，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。所有人都说这是他自找的，是他太狂妄太贪心，当了齐天大圣还不知足，还想抢玉帝的位子。可你仔细想想，他要是真的想抢玉帝的位子，大闹天宫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杀了玉帝？他都打到通明殿了，只要再往前一步，凌霄宝殿就在眼前。可他没有，他就是闹，就是砸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他，都重视他。他像个撒泼的孩子，把家里砸个稀烂，不是为了当家做主，是想让爸妈多看他一眼。可惜那时候的天庭没人懂，那时候的如来也没完全懂。他只看到了一只野性难驯的妖猴，觉得需要压一压他的戾气，于是一座五行山压了他500年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。500年后，唐僧路过五行山，接了帖子救他出来。他跟着唐僧西天取经，一路降妖除魔，最后修成正果，成了斗战胜佛。所有人都感慨，你看，时间真是个好东西。500年的风吹雨打，到底是把这只野猴子的棱角磨平了。苦难果然是人生最好的老师，再桀骜不驯的人，熬够了苦，自然就成熟了。你看，连孙悟空都不例外，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道理，也是最害人的道理。我们总觉得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失恋了，没事，熬一段时间就好了；失业了，没事，熬一熬总会过去的；人生陷入低谷了，没事，苦难是财富，熬过去就成长了。我们总把自己当成泡在水里的茶叶，觉得只要泡得够久，自然就会泡开，自然就有味道。我们总把低谷当成一个自动加工的机器，你只要躺进去，熬够时间，出来的时候自动就升级了，变强了，通透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去看看身边的人，有些人失业在家躺了3年，除了脾气越来越差，人越来越懒，什么长进都没有。有些人失恋了1年又1年，除了越来越不相信感情，越来越偏执，什么都没明白。有些人在一份不喜欢的工作里熬了10年，熬到麻木，熬到认命。你问他成长了吗？他只会告诉你熬习惯了。时间从来不会自动给你答案，苦难也从来不是什么财富。如果熬得久就叫成长，那乌龟早就统治世界了；如果吃苦多就叫成熟，那工地里的工人个个都是人生导师。这个道理，如来也是过了500年才想明白。他本来以为压着猴子500年，风吹雨淋，吃铁丸，喝铜汁，足够把他的野性磨掉，足够让他服服帖帖，乖乖听话。普通的妖王，别说500年，压个50年，早就跪地求饶了。要么彻底认怂，以后唯命是从，要么彻底黑化，出来就想着报仇雪恨。可孙悟空呢？500年过去，他既没有跪地求饶，也没有彻底黑化，他就安安静静的在山下待着。风吹着，雨打着，春天看花开，冬天看雪落，有牧童路过，给他摘个桃子，他就跟人聊2句，没人来的时候，他就自己看着天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如来远远看着他，慢慢就觉得不对了，这不对，这不是一个普通妖王该有的样子。普通妖王被关起来，眼里应该有恨，有怨，有不甘，有戾气。可这猴子的眼睛里没有这些东西，他的眼睛里慢慢多了一些别的东西，一些安静的、沉淀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如来才真正反应过来，自己当初压下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想要造反的妖王。这500年的惩罚也根本没有按照他预想的剧本走。很多人说孙悟空被磨平了棱角，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。什么叫磨平棱角？就是你本来有脾气，有想法，有锋芒，后来被现实打得多了，不敢说了，不敢做了，变得圆滑了，世故了，怂了。那不是成长，
那是驯化，那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磨成了一个没有棱角的石头担子。孙悟空不是这样的，他在五行山下的500年，不是被驯化的500年，是他第一次停下来跟自己相处的500年。你想想，他前半辈子什么时候停下来过？从石头里蹦出来，就忙着当美猴王，忙着找长生不老的法子，忙着学艺，忙着闯龙宫、闹地府，忙着当官，忙着造反，忙着跟天兵天将打仗，一刻都不停。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，凭着一股本能横冲直撞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你是妖，你就该当妖王，你有本事你就该往上爬，别人看不起你，你就打服他们。他也觉得是这样，他从来没有机会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这么一路往前冲，到底要冲到哪里去？直到五行山压下来，他动不了了，手不能动，脚不能动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。他打不了人，翻不了跟头，连抓个狮子都做不到。他终于被迫停下来了。一开始他肯定是愤怒的、不甘的，骂如来，骂玉帝，骂满天神佛。他想挣脱，想把山掀翻，想再闹一次天宫。可慢慢的，他发现没用，无论他怎么使劲，山就是纹丝不动，无论他怎么骂，也没人理他。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于是他慢慢安静下来了。人一旦安静下来，就会开始想事情，尤其是当你除了想事情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，他会想什么？会想自己这一路到底在争什么？当初当美猴王快快乐乐的，为什么非要去天庭当官？因为觉得不够，觉得自己不该只是个妖王。可为什么不该？是别人说的还是自己想的？当了弼马温，本来养马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一听是小官就反了？因为觉得被看不起了。可别人看不看得起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后来当了齐天大圣，明明已经名号响亮了，为什么蟠桃会不请自己就那么生气？因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了。可为什么一定要挤进别人的圈子里？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承认你才算数？他会一点点往回想，想自己刚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在山里摘果子吃，跟猴子们玩，那时候也挺开心的。怎么后来本事越来越大，拥有的越来越多，反而越来越不开心了？为什么总是要跟别人比？为什么总是要别人认可？为什么别人定义的成功就是自己要追求的成功？普通妖王被关起来，想的都是怎么逃出去，怎么报仇，怎么把失去的东西抢回来。他们的眼睛始终是往外看的，看仇人，看地盘，看权力，看外面的世界。可孙悟空不一样，在这500年里，他的眼睛慢慢从往外看变成了往内看。他不再盯着别人怎么看他，不再盯着天庭给不给面子，他开始看自己，看自己的内心，看自己的欲望，看自己的恐惧。他终于有机会把自己从小到大一路攒下来的那些别人的眼光、世俗的标准、乱七八糟的执念，一件一件拿出来翻一翻，看一看，哪些是自己真想要的，哪些是别人塞给他的，哪些是必须守住的，哪些是可以扔掉的。这才是那500年里真正发生的事，不是风吹雨打磨掉了他的脾气，是他自己亲手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执念一件一件放下了，不是苦难让他成长了，是他借着这被迫停下来的时间，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拆解和重建。时间只是提供了一个窗口，真正的改变是他自己在窗口里做了什么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如来才彻底看清了这只猴子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只猴子跟别的妖王都不一样。别的妖王活着是为了欲望，为了占有更多，为了爬到更高，为了让更多人臣服。可这只猴子活着是为了寻找自己是谁，找自己的位置，找一条能让自己心安的路。普通妖王的造反是为了破坏规则，自己当规则的制定者。而这只猴子的闹腾本质上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在规则里的位置。他像个迷路的孩子，在世界上横冲直撞，以为打赢了所有人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其实不是，回家的路不在外面，在自己心里。所以你看，500年后唐僧把他救出来的时候，
他没有急着去找如来报仇，也没有回花果山继续当妖王，他安安静静地拜了师父，跟着就上路了。很多人说他是被五行山压怕了，学乖了，怎么可能？他要是真怕了，后来取经路上也不会一次次跟唐僧顶嘴，不会一次次撂挑子回花果山。他不是怕了，是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路，一条不是为了跟别人较劲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只是为了往前走的路。这条路或许不好走，或许有很多妖魔鬼怪，或许还要受很多委屈，但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走在路上他心里踏实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这辈子都总会遇到那么一座五行山，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业，可能是一段走不下去的感情，可能是一次倾尽所有的失败，可能就是没来由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和低谷。你就像被压在那座山下一样，动弹不得。你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走，升职的升职，结婚的结婚，买房的买房，只有你停在原地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焦虑，你恐慌，你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完了。这时候身边总会有人跟你说，没事的，熬一熬就过去了，时间会治愈一切的，苦难都是财富，等你熬过去就成长了。你听着这些话半信半疑，然后你就开始熬，每天醒了吃，吃了睡，浑浑噩噩，刷手机刷到凌晨，第二天中午才起床，一边愧疚自己浪费时间，一边又提不起劲做任何事。你心里抱着一个念头，等这段时间过去就好了，等我找到新工作就好了，等我走出来就好了，等我熬出头就好了。你把低谷当成了一个等候室，你坐在里面数着日子，等着门开的那一天。你以为等时间到了，门自动打开，你走出去就是全新的人生。可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很多人做了1年、2年、3年，门一直没开，就算偶尔门开了一道缝，他走出去还是老样子。该迷茫还是迷茫，该焦虑还是焦虑，该遇到的问题还是会遇到。因为他在等候室里，除了等什么都没做。他以为时间会自动把他变成更好的人，可时间哪有这个本事？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？就是早上醒过来，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突然就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了。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每天7点准时醒，刷牙洗脸赶地铁，虽然累，但至少知道自己要去哪。现在不用上班了，醒了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拿起手机刷2下又放下，不想起也不想睡，就那么躺着，肚子饿了也不想起来做饭，随便点个外卖，吃完了继续躺着。一天下来好像什么都没干，却累得不行。晚上躺在床上又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想以后怎么办，越想越焦虑，越焦虑越睡不着。第二天又是重复的一天，朋友约你出去，你也不想去，怕人家问你最近怎么样，怕人家说你怎么还不找工作，怕看到别人都过得好好的，只有自己停在原地，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像被全世界遗忘了一样。你心里清楚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你也想改变，也想赶紧好起来，可就是提不起劲，就像身上压着1000斤重的石头，连翻个身都费劲。这就是很多人在低谷里的真实状态。不是不想好，是真的没力气好。不是不想往前走，是真的不知道往哪走。这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，你要加油，你要努力，熬过去就好了，你只会觉得烦，因为你知道道理你都懂，可你就是做不到。我见过很多人30多岁遭遇裁员，在家待了2年，你问他这2年有什么成长，他说不上来。除了学会了做饭，刷完了所有能刷的剧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差，跟家里人矛盾越来越多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他也熬了，也吃了苦，也承受了心理压力，可他没有成长，他只是熬老了2岁。还有的人失恋了走不出来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反复翻看以前的聊天记录，一遍一遍回忆过去的细节，熬了1年2年，再谈起那个人还是会崩溃。他也熬了，也受了罪，可他没有走出来，他只是把痛苦熬成了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普通的妖王一样，被压在山下的时候，眼睛始终是往外看的。失业的人天天盯着招聘软件，怨大环境不好，怨老板没眼光，怨自己运气差。
心里想的都是等我找到工作，一定要扬眉吐气，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后悔。失恋的人天天盯着对方的动态，怨对方绝情，怨自己付出太多，怨命运不公，心里想的都是等我变得更好，一定要让他高攀不起。他们满脑子都是输赢，都是报复，都是证明自己。他们从来没有低头看看自己，从来没有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接下来的路，我到底想往哪走？就像当年那些普通的妖王，被压在山下，心心念念的都是逃出去之后怎么报仇，怎么抢回地盘。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压在这里，自己当初抢地盘、争权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所以就算放他们出去，他们还是会走老路，还是会占山为王，还是会打打杀杀，还是会有一天再被压回来。人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在低谷里只是躺着熬，只是等着时间过去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停下来，好好看看自己，好好想想自己的人生，那就算你熬出了这个低谷，下一个低谷还在前面等着你。你会一次次掉进同样的坑里，一次次摔得鼻青脸肿，然后你还会安慰自己，没事，熬一熬就过去了，一辈子就这么熬过去了。回头一看，除了一身的伤痕和疲惫，什么都没留下。这才是大部分人低谷的真相，不是涅槃重生，是重复循环。不是苦难成就了你，是你自己白白浪费了一次停下来的机会。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人生的低谷？难道要感谢苦难吗？当然不是，苦难就是苦难，它带来痛苦，带来折磨，带来深夜里的辗转反侧，带来人前的强颜欢笑，它一点都不值得感谢。我们真正要做的，不是感谢苦难，也不是躺着熬苦难，而是借着苦难逼你停下来的这个机会，做点什么，做点真正对自己有用的事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人生的低谷不是上天给你的惩罚，也不是自动生产答案的魔法屋，它只是一个信号，一个告诉你你之前的路走不通了的信号。你之前凭着本能往前冲，跟着大家的脚步往前跑，跑着跑着撞墙了，摔倒了，爬不起来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跑的方向可能不对，只是你一直往前冲，从来没停下来看看路。而低谷就是逼你停下来的那堵墙。孙悟空之前的路就是凭着本能冲出来的，别人说妖要当妖王，他就当妖王；别人说当官有面子，他就去当官；别人说齐天大圣厉害，他就去争齐天大圣。他一路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活在世俗的标准里，他以为赢了所有人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结果撞在了五行山上，这一撞把他撞停了，也把他撞醒了。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，从小到大我们都在按着别人给的剧本走，好好读书，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结婚生子，买房买车，所有人都告诉你这就是成功的人生，你也没想过，对不对？就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跑，跑着跑着你可能失业了，可能离婚了，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做的工作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你摔了一跤停在了原地。这时候你不要急着爬起来继续跑，你先蹲下来好好想想，你之前跑的那条路真的是你想走的吗？你拼命追求的那些东西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到底是为了自己而活，还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？很多人说成长就是变得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能赢，其实不是，真正的成长是你终于接受了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，是你终于承认有些事你就是做不到，有些人你就是留不住，有些规则你就是打破不了。你不用非要赢过所有人，不用非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，你不用非要把天捅个窟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就像孙悟空，以前觉得天庭的规则不公平，就要闹，就要打，就要把规则砸烂。后来他慢慢明白，规则就是规则，它或许不完美，或许有很多不公平，但它就是存在的。你可以不喜欢它，但你没必要跟它同归于尽。你要学会的是在规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走好自己的路。这不是认输，这是成熟。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服就干是勇气，后来才知道能接受现实，能在不完美的世界里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才是真正的勇气。以前觉得
赢就是一切。后来才懂，人生大部分时候都没有什么赢不赢的，你不用赢了别人，不用赢了世界，你只要能找到自己的节奏，把自己的日子过踏实了，就已经很好了。你看取经路上的孙悟空，他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子，遇到妖怪他还是第一个冲上去，遇到不公平的事他还是会管，但他不一样了，他不再因为别人叫他弼马温就暴跳如雷，不再因为师父冤枉他就撂挑子不干，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就跟天跟地较劲，他心里有更重要的事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那些闲言碎语，那些委屈误解，跟他要走的路比起来都不重要了。这才是那500年给他的东西，不是磨平了棱角，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，终于知道自己是谁，要往哪去。从此之后，风吹雨打，妖魔鬼怪都挡不住他的路，因为他的路在自己心里，不在别人的嘴里，不在外界的评价里。我知道很多人身处低谷的时候特别着急，着急赶紧好起来，着急赶紧回到正轨，着急赶紧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所以他们会逼自己每天列一堆计划，要学习，要健身，要提升自己。结果坚持不了2天就放弃了，然后更加自责，更加焦虑。其实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你都被压在5行山下了，你还逼自己每天打100套拳，练72遍，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。低谷的时候，你不用逼自己必须成长，必须进步，你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，允许自己浪费一点时间，允许自己难过，允许自己脆弱，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干。你不用非得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喊着我要逆袭的口号，真的不用。你要做的就只是活着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，没事的时候就发发呆，想想心事。不用急着找答案，答案不是你急着找就能找到的，它是你在某一个很平常的清晨，或者某一个很安静的深夜，突然就出现在你脑子里的。就像孙悟空在5行山下，也不是第一天就想通了所有事，他也是一天天一年年慢慢想明白的。500年很长，长到足够让一个人把所有的执念都慢慢磨淡，把所有的过往都慢慢捋顺。你不用给自己设定期限，不用要求自己3个月必须走出来，半年必须逆袭成功。每个人的山都不一样高，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长，有人压1年就想通了，有人压10年还在迷糊，这都很正常。没关系的，慢一点，真的没关系。只要你没有一直躺在那里怨天尤人，只要你还在一点点往内看，一点点了解自己，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够了。很多人说孙悟空的转折点是大闹天宫，是被压5行山，其实都不是。他真正的转折点是他在山下某一个普通的下午，看着天上的云飘过去，突然就想通了那一刻。那一刻之前，他是为别人而活的妖猴；那一刻之后，他是为自己而走的行者。那一瞬间的顿悟才是他成长的开始，而那500年只是给了他一个顿悟的机会。如果他自己不想，就算压1000年、10000年，他也还是那个闹天宫的妖猴。人生也是一样，真正的改变从来都不是发生在你熬完苦难的那一天，而是发生在你心里某个不为人知的瞬间。那个瞬间，你突然就不恨了，突然就不怨了，突然就放下了，突然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走了。那个瞬间才是你真正的重生。在那之前，所有的煎熬都只是铺垫，而铺垫有没有用，不取决于时间有多长，取决于你有没有真的在想，在感受，在成长。原著里写，唐僧走到5行山的时候，山下的牧童都知道山底下压着一只神猴，说他饿了吃铁丸子，渴了喝铜汁，春夏秋冬风吹日晒，就那么压着。几百年过去，换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他还在那里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山外面的世界改朝换代，人来人往，山底下的猴子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着，看着花开花落，看着云卷云舒，看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又死去。换做普通的妖王早就疯了，要么被孤独逼疯，要么被仇恨逼疯。可孙悟空没有，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待着。
因为他心里的东西慢慢变了，他不再纠结于眼前的输赢，不再纠结于一时的荣辱，他开始看到更长远的东西，看到时间，看到生命，看到自己。说了这么多，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如来会说这只猴子根本不是普通妖王？因为普通的妖王被山压住的时候，想的都是怎么把山掀翻，而这只猴子被山压住的时候，慢慢学会了怎么跟山和平相处，然后在山底下长出了新的自己。我们这辈子都会遇到很多座山，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着遇山开山，遇水架桥，总觉得没有自己打不赢的仗，没有自己翻不过的山，后来才慢慢明白，有些山你翻不过去，有些仗你赢不了，这不是怂，这是人生的常态。而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能把所有山都掀翻的人，是被山压住的时候不会只想着抱怨和仇恨，是能借着这停下来的机会，好好看看自己，好好想想来路和去路，是就算身处谷底，也能在心里长出一条新的路来。故事的最后，那只猴子踏出五行山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头也不回地跟着唐僧往西去了。身后的山静静立着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没人知道，在那500年里，他曾无数次在心里翻山越岭。也没人知道，他踏出的第一步不是走向唐僧，是走向了他自己。毕竟这世上所有的脱困，从来都不是掀翻压在身上的那座山，而是你在山底的岁月里，悄悄给自己长出了一双能走远路的脚。